办的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，在清仓的时候，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，那里边全是黄豆。碗口，对，那才多大一点啊？说的就是这个呢。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，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，哎，就把这个事儿呢，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，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？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。一锹下去，这就出事了，啊，这个洞啊，越挖越大，越挖越深，就大到什么程度啊？大到能容下一个人。好家伙，这是哪儿洞啊？这是地道啊！川哥，你算说对了，他们挖的就是地道。要不说呢，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。我听说，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，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，相当科学。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。啊，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，然后地道里的通风、照明、通讯一样不落，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。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？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，啊，要致富，偷粮库，挖地道，还整大秤，整大秤啊！整大秤啥意思啊？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。这咱也不知道啊。咱发现地道的时候，那帮人早跑了。这个盗窃团伙啊，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，可以说是现代化、智能化，还专业化了给。可不是吗？你这么大工程量，这伙人怎么干的呢？还有，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？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？还有这些关系网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这都需要查呀。啊，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，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。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！我就不信了，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，他一点线索留不下。你单说那个销赃，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，对吧？哎，川哥，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，我们抓着几个人，啊，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？那你还等啥呀？啊，你见见这几个人啊？哦，在哪儿呢？就看守所里。走。叫王五啊？对。为啥不叫王六呢？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。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？对，我爹叫王四儿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爹叫王四儿。你爹叫王四儿，你叫王五？对。你跟他论一个字吗？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，就这么论下来了。哦。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？警察同志，让你们抓了我认栽，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个洗豆的。洗豆？是，你说清楚点。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，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，这一来一去，脏豆就洗白了。哦，还有分工的，一环套一环的。那必须的啊！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，
怎么挖墙、怎么盗洞，都有技术在里边。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。李埋伏，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梁团伙的头呗，他大名叫什么？不知道，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，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，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，我们只负责卖。哦，那你除了这个洗豆，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？没有了，李埋伏只偷黄豆，不偷别的。为啥？不知道。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让我查清楚了，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政府，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。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？小油厂，因为价格低，有多少要多少。黑吃黑的事儿，他们嘴也严实。我就知道这些，我全跟你们说了。你知道就这些？我们来找你的就有目标了，你还就知道这些？你再说说。没有了。给你2分钟啊，再说说，再想想啊。就2分钟。我还偷过东西，偷啥？偷过自行车几辆，3辆。这王五啊，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，就这李埋伏啊，挺有脑子。他为啥只偷黄豆呢？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，应该是好出手啊。我想也这么回事了，黄豆是圆的呀，啊，好传送啊，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。对。肖啊，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？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，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，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华农场那儿，离何昌40里地。那去过他家没？没有，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。那不管那些了，走，咱们现在去啊，走。小心有狗啊！干啥呀？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查个案子，想了解点情况。啊，你那个，哎，那个李国英，是不是你丈夫啊？是啊，啊，那人呢？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。倒腾什么买卖啊？在哪儿倒腾买卖呢？但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？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，往哪乱跑。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多长时间没回来了？好长时间，上次回来还过年。哦，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咋联系他呀？你家也没电话，不是？再说我，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，不是？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不？这整天在家喂猪呢，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？你说？这挺冷的天儿，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？啊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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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来来。屋里暖和，来进来坐。嗯，这儿。哦，嗯，走。哎，对，坐。哎呀，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，这家里家外的啊，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。光有鸡，啊，没有鸭子啊，没有，也没有鹅。没有。那我听啊，有狗是吧？对，嗯，坐。一看就利索人啊。嗨，这不是过日子吗？有几个孩子啊？俩。啊，都上学了。对，都在镇子上上学呢。哦，那你这胆儿挺大呀！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，挺荒的，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？这怕啥呀？不怕。晚上也不害怕吗？不怕。啊，晚上孩子就回来了。啊，对。哦，那胆儿也够大的了。哎，那啥，你们坐，我去给烧点水哈。哎，不用。哎，你烧点水。
哎，你们家挺暖和呀。哎，这不是做饭吗？哦，啊，这是那个烧火炕的灶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挺暖和，真不是说，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。哎，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，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？还行吧。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？我可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。哎呦，那你得防着点啊！这男人有钱，这个啊，那得是。这小日子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哎呀，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，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，真赶不上。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？自己回来的呀。自己能回来？能啊。哎呀，远吗？都习惯了。哦，真暖和你们家，这外边真冷啊！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。是这地儿一下走了，走了。走哎呀，走了。这还烧着水呢。没事，不太冷，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，一看没啥情况，啊，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。走了。好，先麻烦了啊！哎呀，不麻烦。别送了。好，路上慢点啊，小心滑。好。觉着哪不对了吗？觉出来了，哪不对啊？不知道啊，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。好像有所准备呀。对。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？啊，是。走，去任城。上任城干啥去？哎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坐火车怕来不及，咱们直接开车过去。你记个电话号码，019979352220。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我车上告诉你。7935220，啊，警察来过了。哎呀，那人老精了，问东问西问老多。放心，我也不是白给的呀。川哥，任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，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，而且饭店的旁边呢，确实是有个粮库。哎呦，你瞧瞧这大粮库啊！这架势，这帮小子没闲着呀。没跑，我感觉这个里埋伏就是李国英，肯定是。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，就是这家饭店，顺天福。要不咱下去看看去？等，让缓一缓。不是，我是这么想的。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，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。咱们呢，就顺着这家饭店找，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。等会儿，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？那饭店人来人往的，什么人都有。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，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？是，对，说的对，正好肚子饿了，今天呢填肚子，顺道探摸一下饭店的情况，这不了不耽误吗？走。老板娘，来人了！哎，来了。
几位啊？老板，哎，有电话吗？干啥呀？不干啥，吃饭。你想媳妇儿想疯了你，到处问电话。来，里边坐吧。几位想吃点啥呀？老板娘，听你口音是合昌的。是啊，老乡啊。可不是吗？几位到任城来干啥呀？出差呀，还是旅游啊？做点小买卖。怎么可能啊？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，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？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？我眼拙，看不好。要是做买卖的，那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吧？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？我们这里呀，挨着粮库，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？哎呦，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，我们就是小本生意。就是，你这大饭店，挺新呐。这是啥大饭店呀？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，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，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。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？就会做饭就是手艺。赶紧上菜吧，饿了。没点菜呢，上啥菜啊？点啥呀？都隔上人，喜欢吃啥不知道啊？你就上吧，看着整吧，看着整吧。行，马上来啊。老板，哎，结账。好嘞。多少钱？哎呀，那个29，就个26吧。26啊？啊，哎呦，我这只有24了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敞亮啊，老板娘。这有啥？都老乡嘛。一看你这脾气就好，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，你也不管。也没多少人，自己能上就上呗。性格好，包容啊。慢走啊！媳妇儿，菜买好了。好，放到厨房吧。哎。这顿饭吃出啥味儿来没？饭菜做的还挺地道，就是有点咸。老秦问你，不是说咸淡了，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？不是，检察长啊，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，要不然你给说说，吃出什么味儿来了？这啥味儿啊？我也说不出来，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。老秦，你给指点指点。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，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，趴那一直睡，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。哎，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？就这小破饭店，两口子忙不过来啊，还找一白吃的，啊，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，那后来的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？成本够吗？正常吗？确实不正常啊。还有啊，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，啊，买多少菜啊？今天吃饭一共不就5个人吗？老秦，我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孙二娘开店呢？开黑店呢？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。哎，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？阿秀啊，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，悄悄的啊，别惊动别人啊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就出租房子的。你坐下，慢慢说。你说就行，我站着就行。你别紧张啊，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，坐下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如实回答就行了，知道吗？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？3、4个月了。哦，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？是两口子，
男的叫张超，女的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姓金，叫金丽珠，啊，金丽珠。哎，是。他们店里头啊，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？李国英。哦，没这个人。他们开这个饭店，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？挺正常的呀，味儿也行，这生意谈不上好，也还说得过去。那个，你再仔细想想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？真没啥了，真没有了。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，非常爽快。当初盘店的时候啊，连价都没还，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，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。哦，那平时他几点开店，几点关门啊？10点多开门，晚上6、7点关门。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？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。他两口子爱看电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不知道，警察同志，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，这满大街都听得见。哦，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？哎，行。来那边。警察同志，我没编瞎话吧？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？啥呀？地道战呐！要真是这伙人，挺逗啊！哎，他们一共有几个人？你知道？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？这平时打过照面的，就那5、6个。哦，5、6个，5、6个能怎么的？他那个店长就店长门在哪儿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屋里，在你屋里啊？行，老寨，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。那个准备拉电闸，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，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，5分钟吧，拉电闸。行，多了。挺贼呀！现在你知道那电视为什么开这么大声吗？干扰啊，里面什么东西外面都听不见。哎，那小子就那小子，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？真让你给说着了，白天养精神，晚上挖地道，哪个是李国英啊？现在看不出来啊。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早不听晚不听，偏这个节目点听上。哎，这咋还停电了呢？这个时候停电了，咋还停电了？别喊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出来了，熟人说，要不问一下房东，怎么回事？你去。8个。哎，等会儿8个人。等会儿，换个衣服再去。好。李埋伏，这干啥呀？埋伏，我跟你说，甭再挖了，不能挖了。为啥呀？
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，把你吓成这样。那个是挺那么简单吗？啊，下面出大事了！我刚才在下面挖着，就在我前面，我看见一口血红一棺材，就立在我前面，吓死我！我说嘛，这刚才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停电了呢？呀，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？大仙儿啊，不会有鬼吧？这咋整？哥呀，听见说的吧，不能再挖了，再挖要死人命。别听他瞎说，净在这胡扯。怎么了？眼看着就挖到2库了，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？行，有啊，你下去挖去。你们下去挖去，我是不挖了。你个孬种！那我也不挖了，这也太吓人了。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顺，我不干了。我呢，就问你们一句，啊，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，你们愿意不？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，甘心呐？兄弟们，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，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，还怕他这口破棺材？都别整事儿，听我的啊！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、纸钱啥的啊，咱给人烧上，是吧？咱赔个礼，认个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行不行？我开心，弄点纸钱，给拜拜大仙儿。哎，我开心，这事儿包我身上，我就买去。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叫什么“见官发财”？哎，对，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呢，是吧，兄弟？瞎说什么呢？你一个女人家，你懂什么呀你？咱们干完这一票，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。快拉倒吧你！你干不干？你不干是吧？你不干，我跟李埋伏干去。你就嘚瑟吧你闭嘴吧你！你可别说了，一天到晚的，一个大男人，还不如一个女的，你还行不行了你？老板娘，对不住，应该是跳闸了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去看看。让你受累了，大哥啊！以后别老整这事儿，你总停电，这我们可受不了，怪吓人的。放心吧，啊，放心吧，我马上去，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。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去啊！真对不起啊。老钱，咋样？确定了，就这伙人。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，才多少个啊？11个。就这帮小子好斗啊！你是没看见，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？不好说。那先别说，那也没用。那个方公社，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，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，不能回去。侦察同志，您是把我通风报信？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侦察同志，你想多了，我本来就没想走，跟你们在一块儿。那行。谁是秦川秦局？啊，是我啊，你好，你好啊，你是？我是刑警队长耿烨。哦，耿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你们来几天了？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。啊，我们今天刚到，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，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。啊，那行吧，
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。别，不用紧急会议了，今天晚上就行动，顺利先把那个房子给围了，然后抓捕。这么着急啊？我怕他们跑了。你带了几个人？啊，我们就3个。啊，能打的这俩。老秦，我也算一个。哎，那个他们几个人？他们呢11个。哎，我算一个行吗？啊，你不行，你不能算，没事儿，来吧，没事儿。11个人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那这样吧，我先回去打个电话，再找几个人吧。哦，你还能再找人？哎，那找呗。再多辆车。啊，车有啊，拉人的啊。好，走。爷爷，铁锹不长眼呐，跑您这地方来了，扰了您的清静了。我们几个人呢，我们特来拜您，给您打个招呼，报个信儿。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，您千万别生气啊！您老人家多宽恕。我们这几个，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，但是呢，相逢是缘。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，是吧？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，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，给您顾上金豆豆。秦局啊，人到齐了吗？人找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你们人呢，到门口先别冲进去，这样，我们俩呢先上房，从房上跳到院子里，从里面把门打开，你们再进。不是秦局，这房顶还是我上吧？别，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，还是我们来，好吧？不争了，就这样。那我呢？你留下来，你跟房东在一块儿，好吧？我别留着啊，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。老秦，你带我去吧。那这样，笑，你跟他们一块儿，我们俩上房。好，行。兄弟们，给咱爷爷磕个响的。好。他们是干啥的？不知道，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啊。谁呀？谁呀你啊？哎，干啥？快！别动！报上警察！你这么闹呢？你这么闹着玩呢？啊！服了！闹呢？出来！快点！哎呀！快点！别动！保护好了啊！老实。你干啥吧？我没事。哎呀，这工程量不小啊！这活也不轻松啊！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，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？啊，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，这还挺深的。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70-80米，也就那样。
再晚一点，没准被他们挖通了。那什么呀？那红的吧？那不棺材吗？棺材啊！那就是棺材呀！嘿，这帮人呐，哎，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说这帮遁地鼠，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！哎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，民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开动了思想办法，把简单的土地和地窖改造成地道战，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。真行，全是经典老电影，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。你知道为啥抓你吧？啊？啥也别说了，怪我们点儿背。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。哎，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呢。你是个迷信头子，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？自己身上啥原因吗？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，管理杠杠的，次次头次次称，咋就这回事了呢？还是因为点儿背呗，碰上大仙儿了。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？你跟我说说，来。那不是我吹，我呢比较有脑子，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。哦，那金立珠夫妇呢，负责盯个梢、放个哨啥的，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。爱看《水浒》，那必须的，这都是我们的教材。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、铁道游击队。干我们这活，那是个动脑子的活，怎么挖哪个粮库，那都是有讲究的。我们不碰小粮库。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，都是嘴，都吃饭，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，不能白忙活，不干则已，要干必须打。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。那管理还真还行，我听下来啊。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！啊，那个要致富，偷粮库，啊，挖地道，整大秤，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朴建设呢，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，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。哦，建设呢，早年在河上挖过小煤窑，电工、焊接、挖掘样样精通，技术那相当强。这李埋伏说了，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。要是被发现了，就没下回了。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，做了点手脚，得让他们觉得1粒米都没少。那你给我仔细说说，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？我在秤上，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。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，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。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。给您打个比方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次，什么？磁力发生器。哦。黄豆都是要往粮药厂里送的嘛，那运粮车一来，我们就按遥控器，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。给您打个比方吧，一辆运粮车显示1吨，实际上只有900公斤，每辆车少分1/10，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。哎呀，你这聊得挺好啊，跟我，啊？还挺得意的。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？想没想过？偷着过瘾，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，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，是救命的。你也是农民吧？
偷叔，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？啊？你们在合昌偷了多少斤粮食？200吨。朴先生，你不老实是不是？你重说，多少吨？200吨。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，200吨还是500吨？就200吨。500吨，俺们也运不出去。你不说实话，重判你啊！大哥，真是200吨，真是200吨呐！偷出来我就卖了，500吨，500吨啥概念呢？你知道吗，大哥？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，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，还弄到局子里来了，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，我骗你干啥呀，大哥？谁是你大哥啊？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？你大哥叫这么亲，啊？不敢了，警察大哥。行，你给我接着说。你能说吗？必须再说1个小时，说。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。不简单。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。这些啊都是我们人都来一下本地的，您快尝尝。咋了？电话。谁电话？韩局找你。谁？韩局啊。韩局咋了？让你接电话的。喂，怎么回事？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？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？哎，就是我们破的，怎么不是我们破的？突审我们都审完了，就偷了200吨啊！谁问你多少吨了？那新闻联播都播了，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，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，没你什么事儿，也没我们什么事儿。哎，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？案子就是我们破的，案子就是我们破的，我们已经跟那个常书记都报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犯罪嫌疑人是合昌人，案子犯也犯在合昌，在那边是未遂，在这边是既遂，这是咱们的专案，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，听懂了吗？哦，我听懂了，韩局。哎，秦局，干嘛呢？秦局，干什么了？大家都等着了。看什么去？好久来了。好久。欠了好几个打电话呢。